这是我在山里用1000块租的房子。在装修它之前，先带大家看一下我的新房。好像有点糟糕。这是以前用的土灶，做饭的地方。这个是财神吗？今年我会有女朋友吗？财神。这里面的环境非常的原生态，主体结构嘛还算。再过一段时间的话，有野草莓吃的吧。看，《还珠格格》，这个也是我的童年记忆。带你去楼上逛逛。这里，宝贝。这里面有一张木床。第一次走上来这上面的时候，看到好几只老鼠跟蝙蝠。我最喜欢这个位置，它满足了我对于田园环境的所有的想象。接下来我会用半年的时间把它发现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然后在这边住下。请记住它原本的样子，后面变化可能会有点大。你好，我是春草。我在山里用1000块租的这栋房子3年。这个村已经荒废了10几年了，周边野草甚多。为了避免虫蛇光顾我的新房，现在开始盘它们。我在做一件自认为很酷的事情，所以这背景音乐要酷。从39个粉丝到现在9万多人关注，大概1周的时间。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心我改造房子。在这里呢，还是建议急着看改造成果的那部分人先取关吧，因为我还挺享受目前的慢生活的，而且改造的事情并不会少，速度也就不会太快哦。然后我后面主要分享的是山村生活。可能还要开辟一块菜园，一块花圃。总之，不只是房子的翻新改造。接下来分享一首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。当然，有了一条围裙和一位女主之后，翻新的速度就能加快了吗？实际并没有。我这边呢，已经下了快半个月的雨，包括今天都是在下雨。下期呢，整理客厅，开始刷漆。很多人都有一个田园梦，包括我。但你敢放下你手上的工作，回归农村吗？城镇化是趋势，城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，有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，有更好的基础娱乐设施。回农村后，你能做些什么呢？收入有保障吗？所以说，大多数人其实是没有资格留在农村。总不是降低自身品质就能达到的一种生活，因为你的家庭需要你维持。因此，我所在的这个村子，它几乎就成了一座无人村，只有3个留守老人还在村子里。而这种现象在中国每一天都在发生。
大家为了更好的生活，搬到了交通更便利、工作机会更多的城里，因此有大量的房子还是闲置不用的，所以我才能花1000块在这里租下了3人1个使用权。但我能想到，在不用多少年之后，这些村子它就彻底的，它只会存在部分人的记忆当中。那农村的出路在什么地方？有什么方法可以留在这里？我也经常思考这些问题，然后下一期呢和大家谈一下留在农村我打算怎么做。然后我用这些钱买了这些工具。经常会有人担心我的收入，在改造的同时，我会拍摄并上传视频，然后部分平台会根据播放量给我一定的报酬，这样我就又多了一笔。后面还会用到大量的一个漆和各种基础检查。做自媒体呢，这既是我留在农村的一种方式，也是一次创业的试验。这试验不一定能成功，但过程一定会很好。做自己喜欢的事，顺便看看能不能。听了这么多，想回农村做自媒体的，有这么多人关注了，但依旧败给。在打扫的过程中，除了一堆又一堆的垃圾之外，还让我找到好多的宝贝。哇，这个我好喜欢！尤其是在清理这个柜子的时候，我收获了好多东西。又有一袋子钱。现在在我手中的这个东西呢，叫做磁带。以前很流行用这种东西去听歌，哇，好多年没有看见过它了。这个呢叫做四色牌，我们当地主要是老人家会玩这个东西。一本不知什么年代的数学课本，最后这个应该就更少人知道了吧？评论区有人知道答案吗？
剪了几条树根，刷上漆，固定在柜子上做装饰。家旁边剪几个松果，这样，再这样，刷一些金色漆描边。
头的那棵老树没能坚持住。为了纪念它，于是用它做个衣架吧。刷漆漆让衣架颜色和房间更协调。一个简单的衣架就这样做好了。黑板墙，于是我给我的客厅墙面刷了一面黑板墙。7年前小明7岁，7年后小明几岁？给大家出了一个有趣的脑筋急转弯，你们能在视频放完之前给出正确的答案吗？由于只是刷了一层黑色，所以说整个墙面还是比较单调，于是就想着用其他材料做个装饰。首先裁切了上百块木片，用钉枪把它安装在墙面上。在房子的边上长了几棵小树，因为呢会影响到视线，所以今天呢决定把它给砍掉。当然，我不会就这样轻易的放过它。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，很多事情也都是尝试，所以在做每个东西之前，我都是抱着一种好玩的心态在做。
在深山里住的老房子，前2天呢刚把门楼给做好了。今天做一个有趣的东西。然后呢，现在这个腿变得非常臃肿，现在我们把它给瘦身一下。路边挖几颗我喜欢的小野菊，对，就是把它种在这边。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最终的成果。在铺路之前呢，首先得把原本的路给先整理一下。路粗略的找平之后，在村子里面转悠了半天，终于是找齐了4、5块适合做台阶的石头。在台阶的左侧呢，我特意把它给挖宽了一点。我打算呢用竹子围成一个小花圃。原本我是打算在花圃里面撒一些格桑花的种子的，其实我也是这么做的。但是当我看到路边又茂盛又漂亮的小野菊之后，还是没有忍住诱惑，于是又让一大丛的小野菊搬了个家。在乡村有个很明显的好处，就是很多东西都可以就地取材，而且很多东西真的是非常漂亮，主要是不需要花钱。好了，门楼和台阶灯草草的做好了。这2天右边也做个篱笆墙装饰一下，下期见。我身边有这样的梦的人挺多的，但迫于现实这个梦一直压在他们的心底。好几个在外的朋友说过，春节放假后要来我荒村的房子里面煮火锅、喝茶，顺便体验一下世外桃源。趁时间还早，我在房子边上开垦出一片菜园，准备种一些火锅料出来，这样会让我觉得火锅会更有味道。你们觉得呢？这块地呢，原本是房子主人的浴室加柴火间，收拾起来真的是费时不少啊！柴火和木料收拾了1天，开垦翻土又用了1天。
是我在山里租下的一栋私人别墅，4个月没来了，我家的花花草草长势喜人。今天请阿远村长来我家做客，家里没什么好招待的，于是邀请他和我一起锻炼一下身体，陶冶一下情操。是我一位粉丝朋友寄过来的，但它的风格偏现代，于是想到用废弃的竹条重新把它设计一下。在做之前会以为很漂亮，但做之后才会发现，竟然还有点丑。过2天门楼的灯应该就要到了，明天做竹门。1周前，我和村长把别墅的门楼做好了，今天做一对竹门，8秒钟，却花了我们2个人整整2天的时间。我的天哪！发布这个视频怎么样？好了，行了。哇，真赞！会刷到我视频的人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？视频的后台数据告诉我，那是一群喜欢拍摄、喜欢旅游与美食、热爱生活的一群人。前段时间总共买了3斤的地肤子、格桑花和百合草的种子，它们的优点就是花期比较长，而且又比较耐寒，在我家院子和村的路两边都有撒，期待早点开花呀。说村长是直男也不全对，他买的这种花型的串灯，还是有个少女心啊。少女心在绽放。晚上有人敢在这种环境下住吗？渣渣，我跟你讲，这是简约大气，开的，四周都是光，谁的四周不是光？越来越漂亮。直男神飞。首先给大家展示的是我们村长的作品。看了这2款灯，你会更喜欢哪一款？大家好，没错，我是村长，我和小草来山里淘宝贝了。看我们发现了什么？一棵很漂亮的枯树，满满的一大车，收获满满。
大家有没有猜到我们要做什么？下面揭晓，出发。没错，今天呢，我和小草一起把这一块空地清理出来，做一个室外厨房。我们的设计理念是让它接近大自然，材料呢是我们山上寻找的一些枯木，费了好大的劲啊，把它给驮下来。村长说，这个厨房里面做出来的第一个鸡腿要给他吃，你们同意吗？屋顶已经完成了，后续还是要铺一些茅草。现在平整一下这个空地，为了让它更实在一点，这是一锤一锤的敲啊！只想说一句，累死。连续下了1-2周的雨，我家的稻草全部被雨水浸泡腐烂掉了。这次屋顶我打算用竹条进行装饰。我很喜欢一位博主叫山里罗罗，他的屋顶的话就是用竹条装饰的，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觉。村长觉得我这种方式效率太慢，于是他直接爬到了屋顶。他超厉害的，但不出意外的话，左下角可能会出现危险动作请勿模仿的提示。掏空了整座竹林，也只是把这个房顶浅浅的铺了一层，改天我们抽空再铺厚一点点。现实和理想差距有多大，我腰就有多痛。扛水泥、捡石头、挑沙子，不曾想一个小小的灶台竟然花了10几挑的石头。还好都在乡下可以就地取材，不然成本的话还是很高的。村长作为这个灶台的总设计师，在翻阅了古今中外大师的作品后，在前天设计了这么一个灶台。我看了设计稿之后，既有深深的佩服，也有大大的疑惑。这既前卫又复古的灶台，怎么能把隔壁老王的公鸡烤得外焦里嫩、色味俱佳？前段时间路边不是撒了很多草种吗？现在被这货吃得差不多了，我气啊！好了，烧烤兼做饭的灶已经起好了。我们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灶的功能吧。首先呢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烧烤区，烧完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烧烤。那边可以加架子，加一个架子，烤鸡，烤鸡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土菜区，炒菜啊，这边是我们的炖汤区，放一个锅这灶台你们打几分？据说用的这个音乐的人都火了，于是我也试试。什么？趁张同学热度？其实我对张同学很无感呐，但这音乐着实很上头。很多人都说这个厨房做得很像过家家一样。很快它的效果就要出来了，稍微期待一下。我们在山上花1000块搭建了一座茶室。没有精致的木工活也不会，因此很多人评论说做得很像过家家一样。搭建这座茶室的时候，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追求那份自然简约的美感。
瑟瑟发抖的等了几天，这芦苇林总算是到了。